印军在边境上新搞的一场大规模演习引发关注，各种能拉上来的外国采购先进武器装备基本全都到场。但归根结底来讲，这却又是一次差不多纯粹摆阔秀装备的演习，实战意义几乎没有。来一起看看具体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我是虎妞，好几天不见，我又回来了。演习照片来看，参演的印度军队这次属实是精锐尽出，阵仗不小。最吸引人眼球的，莫过于是印军那些从外国买来的先进武器装备，其中包括有美制阿帕奇重型武装直升机、俄罗斯制造的 T-90S 主战坦克，甚至连印军特种兵手上拿的都是以色列制造的塔乌尔 TAR-21突击步枪。印军自己都不待见，不愿意花大价钱购买的印度国产武器装备，这次是一件都没有出现。侧面来说，这也是印军边防部队目前所能集结起来的几乎所有最先进武器。除了之前从韩国采购的 K9 自行榴弹炮，还有从美国采购的 M777 超轻型榴弹炮没露面，可能是在比较远的地方担任火力支援任务之外，印度早先从外国采购的各类陆战先进武器装备基本都在这儿了。印军本次演习的科目也很有意思，是模拟使用空降特种部队夺取关键要地，说白了就是垂直降落式的斩首突入，与驻守要地的敌守军短兵相接激战并夺取胜利，而后继续坚守夺取来的关键要地等待援军。随后印军的前线空军基地会起飞察打一体无人机和武装直升机，分别执行侦察情报保障和对地攻击反坦克的任务，用以协助驻守关键要地的印军伞降特种部队达成任务目标，击退敌人的进攻。湖水波澜不惊，简直比台军那自嗨模式的汉光军演还要轻松。那么印军此次军演的实战意义到底有多大？真要是有实战发生，印军还能像演习里这样如此行云流水一般轻松夺胜吗？虎妞在这儿得给大家伙说一句，这基本上是没可能的。首先，印军本次演习的地点就很有些猫腻，属于印军早些年间专门从前线野战机场改扩建而来的一个名为诺马的空军基地。由于是从前线野战机场改扩建而来的空军基地，加之地处高原高海拔地带，建筑材料和相关设备的运输都很困难，所以印度这个斥资200亿卢比搞出来的改扩建前线空军基地，说白了也就那样，能抵御高烈度空袭和重火力覆盖的永备工事，坚固机堡一个没有，机场主跑道也只修了有限的一条，一通到底。战时这条跑道一旦被炸毁，就相当于整个空军基地瘫痪，属实废了的那种。大概是印度空军自己也知道这机场有多不可靠，所以给这地方部署的军用飞行器多半也就只是印军的一些武装直升机、固定翼无人机之类的次等飞行器。过去曾经在此部署过的最高级固定翼战机只是米格29，战斗力和性能在印度空军内属实一般般。至于更高级、更昂贵的苏30 MKI 和阵风，印度空军自己也不敢拿到这么一个不靠谱的空军基地来部署。要说原因，只因为这空军基地从起飞到降落，全程都处在解放军边防部队的火力覆盖和各种远程武器的锁定范围内。诺马空军基地对印军而言最糟糕的劣势在于其距离解放军边防部队仅仅只有23公里的直线距离。23公里是个什么概念？放军事上来讲，这就是坦克一脚油门踩下去半小时就到，察打一体无人机几分钟就到你头顶，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和卡车炮全方位无死角覆盖，机场部署的印军各种飞行器起飞就被解放军的战区级防空系统锁定，处在不可逃逸区范围内，跑都跑不掉的程度。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印军其实对自己的这次演习的定义也比较清晰，纯粹就是摆阔秀装备、秀肌肉，顺带演练一下地面战术，仅此而已。你真要说印度存心搞什么完全贴近实战化的演练，他又没给空军基地部署先进固定翼战机，按理说这么多先进装备齐聚，也不差把先进战机开上来。何况空军基地都是现成的，连制空权都不争夺，你还打什么现代战争呢？照此来看，只能说明印度人心里也是有分寸，能搞明白情况的。起飞即被锁定，那还部署干嘛？送人头行为没有任何意义。
归根结底，也就只有印军全程是在解放军火力覆盖和锁定范围内，明知事实却又不顾现实的去强行作秀，这种迷惑行为，那才是印度人一如既往的传统异能。毕竟印度人可是连教员都感叹过看不懂的存在。